泰坦影响，他的监控赶到基地1，他的钻头回归加入联盟战争。4泰坦各有各的对手，他们将在这个最终目的地斗智斗勇。但这场战争不是片面，一处平静的建筑遭到打破，小女孩被点对比发现，象技人劝说无果，再次酿下了悲剧。Hey guys，Pete here，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。在等待了1周后 ，Dom Studio 在他的频道准时更新了37集第2部分，时长长达7分钟，依然有战场和对话2个情节刻画，其中描述了他的钻头潜伏结束，因女钻头营救和决战在即，他终于回归了联盟的怀抱。2是小女孩隐藏位置被点对比找到，我相信大家对于梅开2度有着许多不解，那么请带着你的疑问与我一起重新回顾这部分，我将尽可能盘点解析理论其中细节，看清警戒。视频内容难保有时会过度解读猜测，请理性看待问题并积极参与讨论。在正式开始之前，希望大家可以给我这个小小的赞。剧情目前进行到了2个方面，与36集留下的2个悬念结尾紧紧相扣。小队营救女钻头和外部泰坦进攻在同时进行。上个部分讲述了精英小队在内部发生的事情，且依然没有结束。而这个部分依然，剧集一开始给到了泰坦影响和泰坦监控，他们在离开泰坦时钟后顺利到达了这里。他的钻头也在下方，看看这地下凹凸的地形，显然他已经在这里待的时间很久了。关于这点，在之前的解析中说过，就不过多赘述了。双泰坦看到了泰坦钻头，泰坦影响离队飞了过去。虽然他的钻头在向2者打着招呼，但泰坦影响并没有因此做出反应。注意看，泰坦钻头在打招呼后指向了一个方向，看这个方向是地板，这是要表达什么意思呢？有几个可能。在之前我们已经得知，这个环境高塔的外墙十分的高大，泰坦电视站在上面都显得十分的渺小，那么就不能排除这个高墙很深的可能，导致泰坦钻头无法钻进去，所以有了这样的举动。但泰坦影响似乎没理解他的意思，双枪对准了他。他的钻头见状赶忙双手举起，试图解释什么，就差没把20集拍头的黄历拿出来了。随着泰坦影响，这团巨物硬是砸在了泰坦影响身上，转瞬之间砸出个大坑。他的监控降落，但他没有打算阻止2人的战斗，仅是处于一旁看着。泰坦影响从后方再次发起射线攻击，随后惊声尖叫，但他的钻头似乎没有因此产生反应，看似对声音敏感这个设定在升级的他的钻头身上真的模糊了。随后他的钻头摆尾一击落空，泰坦影响躲过去了。虽然说升级后的泰坦影响看起来像个重甲战士，但似乎机动性没有太多的下调，身手还是不错的。紧接着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了，泰坦影响的白色音响真的可以分享行动，印证了35集时解析的猜测。分享后的这一幕跟假如中的表现一模一样，不过后面就不一样了。此时多个音响环绕他的钻头，感觉随时会家庭环绕音波攻击，再配合上泰坦音响的双枪，他的钻头肯定会不好受。如我们预告预测一致，仅是简单的摩擦。泰坦监控此时打断了泰坦音响，给我个面子，你先等会儿。随后泰坦监控开始接电话，他又收到了什么信息？随着这个情节的再次出现，之前我就有疑问了。泰坦监控已经不止一次有这样的动作，我个人觉得泰坦们人人都有平板，完全可以在平板上表示出收到了什么信息，而不至于类似打电话这样的举动。那么这是表达个什么意思呢？难道平板的信息是群体发送的？这样说来还真有这个可能。在之前的剧中可以看到，平板给不同的泰坦所展示的信息几乎是一致的。综合我有一个猜测，众所周知，监控的视角可以共享，那么就是说此时泰坦监控看到的画面可能实时传给了某处，而正在看的人已经知晓了他的钻头回归联盟的消息，所以以某种方式单独给泰坦监控发送了信息，但也不排除是我过度解读了。我们继续。收到消息后的泰坦影响收回了音响，随后3泰坦同框，泰坦影响向前走了几步，做出了一个动作。原来我没有看出这是表达了什么，这看起来很像是歌手上舞台感受欢呼的动作，不过看不懂的不只有我，双泰坦也是如此。泰坦监控喷气背包开启走人，他的钻头钻地走人，留下了泰坦影响。看他摇头的小动作，是不是在表示家人们谁懂啊？片刻后，泰坦影响也飞走了。画面来到厕所科学家。此前36集中，泰坦电视与厕所科学家在高墙之上对垒，双方擦枪上刃，火力全开。此时跳到的高墙内部没有无缝衔接，双方对视数秒后发现你不是对的人。厕所科学家4发顶满直接发射，泰坦电视昂首挺胸。回收预告片段，泰坦电视此行核心吸收了到来的激光，经典老情节了。泰坦电视的核心具有转化的功效，曾多次使用过。唯一需要注意的是，泰坦电视在面对厕所科学家时，它的显示屏似乎有晨光的特征，我们几乎没有见过泰坦电视散发出了红光以外颜色的光芒，这应该是滤镜加上激光颜色的镜面反射光。它在抬头时没有，低头就有。这集的渲染质量非常高，看起来更加真实了，纸片人橡皮人的感觉骤然减少，相应的渲染时间也肯定会花费不少。或许这就是为什么这集的首播时间在22点的原因。厕所科
科学家持续输出，自古对波左边 A 又没输，不知为何各个宇宙的对波左边都没输，难道这将成为新一轮定律？太阳电是短暂维持自身平衡后，将受到的能量转化后又反推了回去，将厕所科学家的精致小脸儿给烧伤了。此时老六飞机偷袭，太阳电是发射了一枚虚空弹，将飞机全部吸了进去。太阳电是终于想起了他还有枪，这招应该是第2次使用，第1次在他首次出场时使用过，将泰坦钻头困在原地，一时间无法挣脱。这枪的使用频率这么低，在对付反泰坦厕所科学家时都没有使用，难道是充能型呢？不得而知，或许是剧情需要。泰坦监控到达高层之上，他似乎对于这个地方的宏伟感到震惊，但他的老对手已经在这里等着他了，是成群的机械厕所。这些个机械厕所在之前给泰坦监控制造了不少麻烦，此时再次对上，但并不只有这些，还有莱昂纳多，他站在了机械厕所的头上，正面对视泰坦监控，同时划拉出手枪上膛。很难想象，他站在机械厕所的头上，拿着完全不是个量级的武器，正面对上泰坦监控。难道这把手枪不是表面这么简简单单？或许这可能是他的特殊能力之一。这突兀的情节怎么看都不成正比，小单位怎么对泰坦级？不过此时的泰坦监控是被泰坦时钟恢复过的，状态可以说是满的。现在对上这些机械厕所处理起来还算容易，不过我很好奇莱昂纳多是否会因为战斗而掉落下去。他能想跟了过来，但这次他不能帮助泰坦监控，因为有他还要处理另外的敌人。高层外部有一团黑烟爆出，有未知的敌人出现，他能想选择下去解决。他在空中蓄力一拳，试图趁黑烟内部还未完全显现前给出致命一击，但他好似撞在了铁板上，在空中倒转一圈落地。黑烟内部的敌人也相应的做出了反击，他的完全面容展现是一位巨型的手腕大将。此时地板开始震颤，他的钻头正在地下钻探，他们俩打算联合对付这个巨型变种厕所。紧接着双方双向奔赴，直接还原哥斯拉大战金刚2帝国崛起。不能说一致，只能说一模一样。这段打斗依然没有打完，再次留下了悬念。此时场景换到了另一个地方，是一道门。紧接着相机人出现，他回望这道门后准备离开房间。正当他将要打开房门时，点读笔出现了。回收预告图，原来此时相机人的动作不是抱着什么东西，而是受到了惊吓。他很明显对于点读笔出现在这里感到意外。点读笔直接质问为什么相机人不参与这场战争，他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。上次点读笔的出现是在穹顶，他因为收到了某种信号而折返了回去。虽然我们并不知道他是如何收到的，但之前预告时那种不好的感觉还是发生了。此时相机人挠头，相机的转动声响起，这点很难猜到他以什么理由来回复了点读笔。上次相机人收到了决战消息，随后离开了房间。本以为他是因为这场战斗而离开了，没想到仍然在这里。我想除了保护小女孩外，应该没有其他理由使他不前去参与战争。如果你们有更好的猜想，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哟。显然相机人编辑的某种理由得到了点读笔的认可。他离开了相机人，前往建筑的另一边。小女孩正处于这里，他用手封住嘴巴，防止发出声音，但点读笔的步伐就跟心跳似的，一步一步打击着。走过去的点读笔又试探性的回看，当即一个机灵。当他再次离开时，小女孩放松了下来，但显然不会那么简单。点读笔的手砸穿了窗户，小女孩还是暴露了。点读笔试图抓住，但迫于体型巨大，小女孩短暂逃出房间。此时相机人前来阻止，站在了小女孩身前，并开始与点读笔交流。从他们的对话中可以得知，点读笔认为相机人背叛了他，并对这件事很是不解。虽然我们并不知道相机人回答的是什么，但从接下来点读笔的对话不难看出，相机人可能是在谴责点读笔没有感情，因为点读笔很明显是个机器，它的系统很大可能是个 AI， 所以它不具备这些机器无法理解的东西。点读笔甚至给这个没有感情做出了比喻，无论是这些人类中的某人活下来，亦或是联盟中的某人死，他都不会因此有任何情绪的变化。我想这也变相实锤了自己是个 AI 了，就像之前他曾说的一样，他的举动行为来源于他的设定，而这些不在他的设定之内，就无法理解相机人为什么这么做。点读笔在做完这些比喻后，甚至还希望相机人能理解。好家伙，你不理解就算了，还要反理解你是吧？纵使如此，点读笔依然持续输出自己的观念。他告诉相机人自己不想杀他，并再次强调自己没有感情。点读笔说，无论这场战争是赢还是输，他都不会因为这个结果而悲伤或是开心，甚至说话的感觉都没了感情，因为他
是个被设计出来阻止另一个项目的项目。我想这里提到的项目80%是击退的启示录了。从他的首次出现就把这个一直挂在口中，再从他不打算营救女钻头来看，他的武器也算是早有迹象，这一下就全部明白了。我想这里就存在了一个可能，他从一开始就被设定是阻止启示录成功，为此他就要扫除一切可能失败的地方，而这些人类基本是厕所的家属，除了点都比没有这个设定外，他也会因为其与厕所的一些人存在关联而扫除，将启示录成功的可能降到最低。再把话说回来，或许千人的家族某人感受到了启示录带来的威胁，可能会因此影响到铅笔家族，从而才使铅笔人加入这场战争。他们的目的很明显，就是推翻启示录，其他的对他们来说不值一提。但这点比较矛盾，前面曾有铅笔人因为点都比的作为感到惋惜，所以就像我上述提到的是某人，除了这个人外，其他人应该不知情。还有另外一种可能，或许点都比是某人的妻子，假设是阿尔法的主人什么的，专门让他来负责给这场对立的战争拱火，使得联盟与厕所的战斗更加残酷。好在他最终到来前足够削弱双方的实力，具体是什么，这很难猜测，感觉自己越说越模糊了，但这些也仅是个人理解，具体的还得等未来再看。点都比到这里仍然希望象征人理解，并提到了他的任务，但我不认为什么任务需要对付小女孩，我也不觉得点都比知道这个小女孩与07指挥官有关。看象征的动作，他仍然还在为此做着反驳，但点都比失去耐心了，他的语气似乎出现了一丝变化。点都比从一开始的对话断断续续的，不难听出一股 AI 的味道，但在象征人最后的反驳后，明显像个正常人的对话了。难道前面是装的？这点再重新理一理。点都比在先前的对话中表示了自己是个机器，而此时语气的变化，再加上他对于象征人最后的反驳后大笑，说好的没了感情，却立刻破防有了情绪，是装的无疑了。但他为什么要装？我想很大可能是我先前提出的第二个可能，是来拱火的。除此之外，或许他还有其他的目的，我不认为他仅是为了要小心眼的斩尽杀绝而这样，明显是带着不为我们所知的任务来的，但这目前不得而知。在大事后，点都比直接拿起象征人飙了一句脏话后捏爆。这一幕后，点都比被象征人转移了注意力，小女孩开始逃跑，点都比后知后觉。此时点都比又恢复了正常机器般的语气，他表示自己不喜欢追人，随后加特林旋转，开始无差别攻击，试图盲射带走，但伤害了雾谷的鸟。随着短暂片刻后，点都比检测到无生命特征后便离开了，但小女孩依然幸免于难，这就导致点都比这个检测系统不怎么先进啊，似乎只能检测到有呼吸的生物，这点在先前就有描述。在点都比第一次走过窗户时，小女孩屏住呼吸没有被发现，在走过去时她放下了，于是有了点都比的第一次探头。在点都比第二次离开时，小女孩再次放松并长舒了一口气，此时点都比直接出现击碎了窗户导致暴露。第三次也就是结尾，小女孩屏住呼吸导致点都比没有检测到，但这仅为猜测，也不排除是刻意刻画出小女孩害怕的举动。这集到这里就结束了。无论如何，之前詹姆斯·表示的这个小女孩会在未来成为一个重要的角色，肯定不会因此匆匆下线。她与07指挥官紧密相连，且现在成为了孤身一人。她将如何找寻到她的父亲，以及如何在这个残酷的世界生存下去，成为了一个谜题。你也可以将你的想法写在评论区。好了，本期的视频内容到这了，如果你喜欢的话，记得不要忘记点赞关注。我是皮斯曼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